且慢走，且慢走，再走怕你也无头。黄风岭的故事可谓是黑神话里最有趣的一章了。整个故事的题眼在哪里呢？是在结束的动画里的最后一句：人也，兽也，佛也，妖也，众生自有根器，持优劣为次第，可乱来不得呀！你说对吗？我不禁要大笑三声了。你说对不对呢？各位天命人，唐僧说出家人不打诳语。当唐僧得到了菩萨给他的衣服与紧箍时，转头就跟悟空说：衣帽是我小时候穿戴的，这帽子若是戴了，不用教经就会念经；这衣服若是穿了，不用言礼就会行礼。这个时候出家人就可以打诳语了，是吧？那么这时的唐僧是人是兽是佛是妖？悟空集天地之精华，识破颠经后诞生下来，此时他是兽是妖。当他成为了齐天大圣，上了天宫时，他是仙是妖。当他陪伴唐僧西行取经后，成为了斗战胜佛，你跟我说他是妖是佛？不是众生自有根器，持优劣为次第，可乱来不得吗？那如来，你把一个妖猴封了佛，让他得了果位，如来，你这算乱来吗？这句话的本质是在说，妖就是妖，仙就是仙，不要妄想改变你的身份。这句话就是一个低劣至极，一个说起来比血脉更隐晦的阶层固化的烟雾弹罢了。灵吉菩萨是在跟我们说，你不要贪图不属于你的阶层利益，认可自己的罗马命运。上一期我说黑悟空里佛家的正果是尸位素餐，是攫取他人之利，是实力阶层。有人跟我说佛是觉醒者，佛不是职位，佛不渡人，我都要笑死了。咱能多看看书吗？在西游里菩萨明确跟唐僧说了，你这小乘教法渡不得王者超生，只可浑俗荷官而已。我有大乘佛法三藏，能超王者升天，能渡男人脱苦，能修无量寿身，能做无来无去。这几期下来互联网的话术还是没变。我给你讲黑神话，你给我讲西游；我给你讲西游，你给我讲现实里的佛教概念。你这不就拿捏住我了吗？我哪敢给你讲现实里的佛教概念呀？长这么大我可没有见过佛祖，我怕万一你是真见过佛祖的，特意来点化我的呢，我哪里敢回嘴呀？毕竟众生自有根器，持优劣为次第，可乱来不得呀！你说是吗？我没有慧根，也没有根器，怎么能乱来呢？记住这句话哈，我能在这次的解读里给你重复到吐了。我给大家举一个我现实里遇到的小例子，是来表达这句话是错的，而且是大错特错的。但这句话很好的表达了黄风岭与流沙国遇到的最大问题，他们两个地方在佛祖的眼中都认为是乱了次第了，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会产生灾难的原因。流沙国最初黄金遍地，但是由于身处西海边缘，当太阳落下时，火焰与海水滋啦滋啦的如火萃水一般的产生持续的巨响，这个声音过于巨大，因此容易震杀城中小儿。佛祖怜悯，于是送给该国一个落日鼓，通过鼓声中和太阳落入海洋的声音。于是举国信佛，为佛祖塑了许多金身法像，又称黄金佛国。我们在游戏里看到的黄员外就是偷扒了佛身上的金像去买酒水喝的。但这个传说你不能细想，因为你一细想就会发现一个逻辑上的问题。如果此地一直都会发生如火萃水的巨大声响，那么这里就不可能建国，一定会异地而居。大家都不是傻子，只有你在这里已经建好国了，再突然发生这种事情，大家已经众土难迁了，才会想办法去解决巨响的问题。这种突发性的灾难并不是一次，是在流沙国里发生了3次。第二次是当佛教在流沙国已经常用到了信佛不信王的阶段了，导致国王不得不抵制佛教，拆毁寺院，驱赶僧人，以言无佛，甚至还不惜改变国名。也正是自此以后，流沙国的边境突然来了一个大虫，每日破坏，民不聊生。这个大虫有2个特点，一个是只要敲击佛祖给你的落日鼓，大虫必然会出现，原本救人的落日鼓成为了大虫出现的触发器。第二个是这个大虫的身上有一个巨大的佛头，而这个佛头文本甚至借用了流沙国国王的嘴，直接就明说了，与灵吉菩萨的脑袋一模一样。这2个线索足够让你知晓这个虫子与佛教有关，甚至与灵吉菩萨有关。在最后的绘本里，文本直接就暗示你了，
寿星牵白鹿，老君骑青牛，文书作青狮，普贤遇白象。这巨虫说不准也是哪位的坐骑。大虫出现后，国王派大王子去剿灭虫子，但是却屡战屡败，直到某个黄发黄毛的修士途经此地，从大虫的身上感受到了似有无上佛力，所以协助了流沙国大军收复了虫妖，才算消解了灾厄。国王感谢这个修士，把他拜为国师。在国师的提议下，国王颁布了禁鼠令，吸引了周围众多的鼠妖与人类混居。这个修士大家都猜到了哈，便是黄蜂大圣的黄毛貂鼠。也便是在黄毛貂鼠暂居流沙国的时候，引发了第3次突发性的灾难。这个国家所有的人似乎在一夜之间都变为了老鼠，成为了鼠妖。黄毛貂鼠认为这个祸事是他引来的，所以他便带着手下离开了流沙国。但流沙国的人也未曾变回人样，依旧保持了老鼠的形态。如果流沙国的突发灾难只有一个，就是变为老鼠，那么我们有理由猜想这是黄毛貂鼠搞的鬼。但是流沙国接连发生了3次不同形式的灾难，并且皆与佛祖有关，你就不能说这件事情跟佛祖无关了。在黑神话的世界里，佛祖未必会救人，佛祖更有可能会害人，因为众生自有根气，人们不能乱了他们口中的次第。说白了，佛祖在强制因果，只有你以后信佛了，佛祖才会降下恩惠。如果你们不信佛，那么就会得到灾难；你们胆敢信妖，那么必然会遭受诅咒。虎先锋直接就跟你说了，神佛哪有什么垂怜呐，各取所需罢了。第一次落日谷的出现是为了让流沙国信佛，第2次大虫的出现是为了惩罚流沙国的不信佛，第3次变为了老鼠是为了更进一步的惩罚流沙国不仅不信佛还尊妖，乱了次第，这怎么能忍呢？黄毛貂鼠知道自己引来了祸根，所以他离开了流沙国，来到了黄风岭。在这里他遇到了满身都是佛头的石敢当与其他的石精大战。石敢当的身上之所以有佛头，是因为某日岭上突然出现了这些佛头，他们专吃精怪提取灵运。石敢当本来是打算压碎佛头的，但是未曾想到被佛头寄生，从而神情大变，开始与石精敌对。黄毛貂鼠帮助石精战胜石敢当后，把获得的精魄分给了石精的领袖，也就是石母石父。黄毛貂鼠把佛头的眼珠挖走，丢在了山谷各处，防止他们聚集。这就引发了我们在游戏里收集佛眼的过程，以及为啥用眼珠就能激活石敢当的原因。有趣的是，在这一次佛头与石精的战斗里，本地的土地爷反而没有加入到石精的阵营里保护山岭，反而是作弊上官，打算坐收渔翁之利。这个人也就是我们在游戏里遇到的石中人。山里众生感谢黄毛貂鼠的付出，便把他当做了大王，号称黄蜂大圣，他便也定居在了此处。黄袍员外会跟你明说，此时的貂鼠并没有随意释放自己的3昧神风，所以此地最初是一片山清水秀。整个事情的转变是在第2次，当黄毛貂鼠被灵吉菩萨收服，并参与到大圣的绞杀，得到了大圣的根气后，貂鼠对修行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他开始变得极其贪婪，不再以自我的方式吸收天地的灵域，反而走向了极端，也就是想要炼化法宝，吸收大圣的根气。貂鼠在这一次的大圣之死里，他直接意识到了力量的必须性，连妖之极致的大圣都死了，那么他们这些妖怪又能有何生存之道呢？必须马不停蹄的增强力量，缓慢的修炼已经无法满足他内心的慌乱了，所以他走了捷径，也就是文本里所说的拿了师傅最宝贵的东西，定能炼化此物。他开始想要吞噬大圣的根气，或者直白点说是大圣的耳朵。你要明白这个行为背后的暗示，炼化根气跟炼化丹物的本质是相同的，都是拿着别人已经凝聚在体内的巨大灵运来进行自我的消化，就如同第4章里鹤仙人炼化4昧变为金丹是一样的。如果说之前的貂鼠对修行的理解是自我的提升，你慢慢来就好，不急，这个世界没有人会害你，你只要自己慢慢走，就一定能提升修为，拥有大好的未来，俗称小镇做题家。但是面对了悟空之死后，貂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脑上一直有着一柄利剑，神佛想要宰你，你毫无缚鸡之力，所以你会在貂鼠的剧情里看到他的手鼠两端。一方面他与天庭合作，所以他的文本里会说天上的那些老东西说是安排好了，但同样他也无法相信天庭，所以他下一句就是要留一手。这留一手就是指开启自己的黄蜂大阵，闭关修行，释放3昧神风，让黄风岭从原本的山清水秀直接变为一个风沙肆虐、寸草不生的恐怖地带。而3昧神风的释放导致了本地众多的人类的魂魄被消磨，从而开始逐渐生病。游戏里
体弱多病的虎昌的孩子便是如此。如果风不停止，那么这个孩子的病永远不会好。黄沙岭这个关卡的本质就是雕鼠的一个大型修炼场所，他太明白神佛对妖怪来说是一种至高的存在，如果神佛想杀他们，那么易如反掌。大圣的死就是一种宣告，反抗神佛的下场就是如此。你们这些妖怪绝对不能乱了次第，妖怪就是妖怪，神佛就是神佛，能不能让你从妖怪变为神佛，那是由神佛决定的，次第不能乱。你一个孙悟空居然敢辞了果位，重新做鬼妖，你什么意思？是觉得神佛不如妖怪吗？你乱了次第了，不杀你敬天，谁还敢敬神佛？要是让你的叛逆行为任意传播，每个人都敢说，你听说过吗？神佛好像也不是那么好，否则大圣也不会辞了果位。这种谣言传出去了，那还得了？第2章直接就告诉你了大圣之死的必然性，他乱了次第了。而次第的规定是由神佛现有制度从高位制定的，所以我们再看动画的最后一句说的是啥呢？众生自有根气，持优劣为次第，可乱来不得。你说对吗？孙悟空最后一句话直白且清晰地告诉我们，孙悟空被杀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乱了次第，就跟这个古国，就跟黄毛雕鼠一样，乱了次第的人是要接受现有制度的惩罚的。你们不敬佛，那么好，就让虫子来搅乱世界；你们要敬鼠，那么好，你们就一起变成老鼠吧。你还要退了果位，那么好，孙悟空你就别想要好好活着了。我们每看一个章节的故事，要看其内部的逻辑，他们不是割裂的。人们最初没有信仰怎么办？佛祖可以制造灾难，而后再救人，也就是流沙国第一次的灾难。巨大的声响可以杀死儿童，而佛祖留下来的鼓声可以抵挡灾难，并用一个似是而非的传说来给灾难定义成为不可抗力。佛教需要果位，而果位的多寡是需要人间的供奉，所以悟空才说这贡品本该给那些种地收菜的人吃的，我们多吃一点，他们就少吃一点。大圣看明白了一个道理，这个世间的资源是有限的，这个世间的贡品也是有限的，这些种地收菜的人越多供奉瓜果，他们就吃的越少，活得越加艰难。但如果人们想反悔了，不信佛了，要自我建设了，仙佛又能饶了他们吗？饶不了。佛祖渡人吗？佛祖不是所有人都渡，佛祖只渡有缘人。谁是有缘人呢？佛祖说了算。所以你就明白了，黑神话不是反悟空，黑神话是反神佛以及映射神佛背后的早已固化的实力阶层。大圣辞去果位的原因，不是因为他觉得佛祖亏欠了他，而是因为他意识到佛祖的果位是趴在了他人背上吸血。大圣不想其心，他才辞了果位，回了花果山。大圣能够意识到果位的本质问题是实力，并敢直接否定掉佛祖的赐予，这才是最厉害的地方。正是因为他不欺心，所以他才以大圣的身份回到了花果山，而不是以斗战胜佛的身份回到了花果山。要是大圣真的只想保护自己的猴子，哪管他人死活，他又何必辞掉果位呢？所以悟空死后对牛魔王说的话是啥呢？我一直以为攒了功德，入了仙班，他们就会放过我，也会放过你们。原来我这样的人只怕独自活着便是罪过。悟空早已发现了仙与妖的本质不是对错的对立，而是阶层的对立。他想以改良派的身份位列仙班，但实际上呢，他在自己的大圣残缺里咋说的呢？八戒，你吃酒高兴，别人要吃你的时候，可还这般高兴？有一些妖我们杀不得，因为他们的阶层在天上，而那些能够让我们杀的妖，他们的阶层一直就在地下。正所谓刑不上大夫，礼不下庶人。原来天上与地下是两套惩罚规则呀！原来妖是可以杀的，但是仙是不能杀的呀！黄毛雕鼠最大的问题是，他只看到了大圣的力量，但是没有看到大圣反抗的原因。他以为自己只要不择手段的炼化根气，汲取力量，获得神力，他就能躲开神佛悬在他脑袋上的利器，他就能制霸一方，不受约束，前途光明，道路开拓。只要能够达到目的，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。他明知自己的三昧神风会夺人性命，可他依旧我行我素。雕鼠就属于不能够透过仙娘看本质，他根本不知道某些妖之所以能够平稳落地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仙，他们下界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权力任性。但你们这些本来就是妖的妖，你们即便在西游里很幸运的被收服了，但你们最后的结果不还是成为了仙佛手中的武器，用来杀大圣的消耗品吗？雕鼠忘记了自己是妖还是仙佛的次第了，妄想以一己之力求得平安。大圣明明就死在了你面前，他还是没有弄明白大圣为何而死。
思，他比黑熊怪更有天赋，他懂得如何炼化大圣的根气，但是他根本没有走群众路线，他走的是精致利己主义的自我拯救。他没有发现，他之所以敌对的不是二郎神或者是某个神佛，个人与个人的敌对是仇，但个人与阶层的敌对是制度性的碾压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大圣死后，他有花果山的猴子，他们见过大圣的反抗，他们见过大圣的背影，他们能够接过大圣的棍子，甚至能够再次披上大圣的盔甲。但你雕鼠死后，谁能够继承你的意志？手下四分五裂，老鼠与老虎互相敌对，他们对你只有掺杂了或敬或霸的庇护意识。说白了，雕鼠的手下只是仰赖大王的力量，但是没有人理解雕鼠的恐惧，更不会有人继承他那仅有的些微的反抗意志。这就是为什么雕鼠的反抗意志比黑熊高，因为雕鼠明确地意识到了仙佛有问题，所以他敢于割下灵吉的头颅，这也导致他必然没有了后路。但黑熊根本就没他宝贝的意识到仙佛的问题，所以你打败了他后，他向你求饶时说的是啥呢？若小圣饶我这一次，我自当回到南海负荆请罪，重戴金箍，从此不再离开普陀半步。你只有分析出来这些 BOSS 代表的是妖的不同道路，以及他们对自我现状有着不同的思考，你才能明白为什么黑熊会向你求饶回到菩萨身边，但是雕鼠必须死去。一人看到了悬在妖怪头上的神佛利剑，一人根本看不到，这才是两者最大的差别。我们回到游戏最初的设定，既然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是由灵运构成的，那么仙与妖、人与兽本质上就不应该有差别。真正让差别产生的原因是神佛制度的高高在上，是他们定制了妖怪在仙佛之下，人兽不能同眠，所以你才会陡然明白为什么第2章的结局时我们会看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动画，就是一个书生救了一个白狐，在黄粱一梦之后又把他给杀了。你可以有很多的理解，我就不虚叨各位的幻想时间了，但我们的解读要找到游戏里所传达出来的理念的，也就是动画最后出现的文本：人也，兽也，佛也，妖也，众生自有根气，持优劣为次第，可乱来不得呀。你说对吗？各位，你说对吗？这句话的实质是要各位不仅仅认可阶层、认同阶层，还要你主动维护阶层，自动过滤掉反阶层的言论，因为你的根气决定了一切，可乱来不得呀。那么谁能决定你的根气是优还是劣呢？自然是神，自然是佛了。他们不仅制定法律，告诉你大家是有差别的，他们还要成为法官，告诉你仙佛高高在上，妖怪低贱可恶。他们更是要成为执法机构，让你们这群扰乱次第的妖怪身首异处。我们的历史很有趣，在最初的奴隶社会，血脉便是一切，你出生为何，那你的一辈子就为何。到了封建社会，阶层可以流动，血脉不再成为唯一的标准，贵族虽然崇高，但是仍旧可以衰落，所以你才会听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。到了现代社会，阶层更进一步的隐藏了起来， Old Money 还是 New Money 都是被掩盖起来的阶层群体，但仍旧没有人敢站出来明说，底层就他宝贝的是一群为了 money 服务的奴隶。他们会高喊人生来就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但是会把你追求幸福的渠道卡死，因为东西就这么多，你吃的多了，他们就吃的少了。张麻子来到鹅城要的是公平，公平还他宝贝的是公平。黄老爷的碉楼跟4大家族的钱不够鹅城百姓活10几年的吗？但哪里会有老爷拿出钱给下人花的呀？这不乱了次第了吗？鹅城百姓已经乖到了枪在手都不敢跟我走了。要是你还认为灵吉这句话是对的，我只能放下助人情节，尊重个人命运。毕竟人也，兽也，佛也，妖也，众生自有根气，持优劣为次第，可乱来不得。你说对吗？天命人。至于雕鼠得到的根气，耳听怒代表的含义，文本就直接跟你明说了，鼠与虎都一样，没天命又不认命。小猴子你听，那风里传来的都是求而不得的声音。黄毛雕鼠败就败在了他没能力还不认命，如果他认命了，他就成为了另一个黑熊怪了，你说是吧？我是狗哥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期讲到最具迷惑的黄眉了，应该很快就能写完哈。我们下一期的猴学再见，拜拜溜。